大家好，欢迎来到贝尔贝尔光与书同行。今天这支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也很真实的事情，那就是我第一次听见守护天使拉斐尔的过程。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件事。我原本其实不是一个相信天使的人，天使对我来说是故事，是传说，是我好像听过但从来没有真正放进生活里的存在。如果有人在以前跟我说我能听见天使说话，我大概会露出一个微笑，然后在心里想不可能吧，因为我是一个石头脑袋。我当了20多年的上班族，身为行销人，做专案看数字是我很习惯的日常。事情要有原因，问题要能拆解，结果也要能被方法验证。所以当我后来真的听见那个声音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感动，而是满脑子的问号。等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我自己想的吗？是我的内在小孩吗？还是你到底是谁？那段时间我还在上班，表面上我是公司里很正常的一个人，可是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件事无法割舍，那就是创作。我从很久以前就喜欢写故事，可是回到生活，我会想，写作真的有用吗？我是不是该把时间放在更实际的事上？但很奇怪的是，每次我想放下，手又会不由自主地抓起纸，把心里的念头和故事写下来。那种感觉很难受，像现实和内在的自己一直在拉扯。这没用，但我丢不掉，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开始研究星座命盘，也开始好奇前世、内在小孩这些主题。其中有一本书是关于一个拥有前世记忆的2战小男孩的故事。我记得当时读那本书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动。如果是真的，那我的过去是谁？我心里那些莫名其妙放不下的创作欲，会不会也有更深的原因？我一边在这些故事里沉浮，一边想着自己的生命为何而来。那时候我也开始练习写日记，因为有本书告诉我，这样可以和内在小孩对话。于是我开始写下每一天心里的感受，我叫它亲爱的日记。那本来只是我自己的笔记，是整理情绪和实验用的。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那一天，我因为对上班、对很多事都提不起劲，觉得人生好像一直在失望和希望之间来回打转，于是又忍不住去翻那本2战小男孩的书。我一边看一边想着，那我呢？我的生命又是什么？就在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声音，他说，透过文字与创作，去让更多人理解灵性的存在，这是你此生很重要的一条路。我那时候还在翻书，脑袋的反应很平静。哦，是这样。可是那个声音继续说，尊重这条路，发现这条路，以平和的心面对身旁出现的人们，这就是你一直在问的生命。传达更多和平和善，让更多人笑着暖心，这就是你的方向。为了实现这件事，你必须磨练和学习你的专长，记得自己的路，以及它终会在你的生命里慢慢成型。当你记只得这2件事的时候，我就在其中。听到这里，我突然停住了，因为我发现脑袋里那些话不像我平常自言自语会说的话，这也不是我平常会用的语言，我怎么会想出这种话？如果你本来就接触过天使或相信灵性讯息，也许你会很自然地想，这是讯息呀。可是我不是灵性的族群，也不了解。
那时候的我完全是麻瓜，所以我的反应更像是，这是我的内在小孩吗？可是也不像我自己的想法，我根本不懂这些事，也从没这样想过。所以是谁？记下那些话语满满2页后，我真的在心里反问了那个声音一句：你就在其中，那你是谁？然后那个声音温柔地给了我一个回答：我是你的守护天使，拉斐尔。我听到的那一刻，整个人其实是呆住的，我的脑袋大概是这样：拉斐尔，好像听过，可是他是谁？天使？我没有立刻觉得哇，好神圣，也没有立刻充满感动。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下雨的午后还历历在目。当下的我很困惑，因为我不相信天使，也没有研究天使，更没看过天使故事。可是那个声音没有强迫我相信，它只是很温和地告诉我接下来可以如何找他，也开始回答我脑中冒出的各种问题。所以我很快就提了一个很现实的人类问题：那你可以教我写作吗？现在讲出来有点好笑，第一次听见守护天使，正常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来？或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但我的第一个真心的问题是：那你会不会教我写作呢？因为那时候的我最在意的就是创作卡住这件事。我想知道自己为什么放不下写作，也想知道如果这真的是某种灵魂的方向，我接下来要怎么面对这种执着。可是拉斐尔的回答很诚实：写作我并不擅长，加百列比较擅长。我当下又是一个疑问：加百列这个名字我也听过，电影影剧很红，可是它又是什么来历？那时候的我完全不知道，在传统里，加百列常被视为与讯息传达相关的天使。我只知道拉斐尔出现了，然后他告诉我，如果要找写作卡住的解法，那要找加百列。于是我真的在隔天和拉斐尔说，那我要试着呼唤加百列。而那时候加百列就在拉斐尔旁边。他说有一点不可思议，因为我竟然能同时听到他们2位的声音，而我整个人只剩下一句话反复在脑中打转：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如果说拉斐尔给我的感觉是温柔，那么一开始的加百列给我的感觉就比较有原则，也很有自己的界限。他不是我问什么就立刻顺着我的天使，更像是看穿我生命的一切。看我混乱，他会给我一个做法，但不一定会告诉我那个解答通往哪里。那时候我最卡住的是一篇写不下去的小说。加百列告诉我安放这篇小说适合的平台。我没有停止过每天将天使们的话语记成笔记。我开始去了解什么是天使，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此时的我依然还不相信天使的存在，但出现了很独特的浮木给予我方向。而未来我也慢慢感觉到，拉斐尔和加百列个性真的很不一样。当然，那时候的我完全不知道后来的人生会变成现在的样貌。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开始做光与书同行这个频道，也不知道我会把天使讯息、音乐影片放进自己的频道，更不知道我会和加百列讨论影片主题。因为我那时候是上班族，是实际的行销人。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你以后会走上做天使讯息、灵性的道路，我大概会笑出来说，不可能，因为我是一颗石头脑袋。我会怀疑，会想看到证据，会交叉判断。
这是不是我自己想象的？我该如何证明不是？我明明不信天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一直在这样的拉扯里和他们2位天使相处。现在回头看，拉斐尔一开始带来的不是神秘，而是对那个喜欢创作却总是用数字衡量利害关系否定自己的我一个很深的提醒。也许你多年来放不下的事，有时候是因为灵魂知道你真正要成为什么，不是你可以成为什么。今天的分享并不是要大家一定要相信天使，因为我本来也是不相信的人。对我来说，这一路的过程不是起源于相信，而是我不断观察到，这些讯息确实慢慢改变了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有些朋友和同事听见这些讯息后，开始允许自己迷茫，也更愿意照顾自己的心。而我自己也从工作重于生活，慢慢学着照顾身体。我开始放下创作必须成名的执着，也从压抑、怀疑、责怪自己，第一次慢慢走向比较善待自己的方向。拉斐尔常提醒我，不要把自己压得太紧，不要忽略身体。身体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后最需要被照顾的根本。而加百列则用另一种方式带我理解，他给讯息并非为了流量，是为了引导，为了照顾我们主题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算那些人很少，他还是会说。所以现在的我还在学着如何把他们的讯息传递得更好。我还是会怀疑，还是会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拉扯。可是我也慢慢明白，我因为他们走上了一条从没想过的路。它连接着拉斐尔一开始告诉我的那句话：尊重自己的路，让更多人笑着暖心，这就是你的方向。拉斐尔曾笑着跟我说，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他正在有耐心地让一个不相信天使的人走向那总有一天。如果你正在看这支影片，也刚好有一件一直放不下的事，也许是创作，也许是工作，也许是某种困惑。你不一定要立刻把它解释成什么课题或使命，但或许你可以先问问自己，这件事或许正在提醒我什么。我第一次遇见拉斐尔，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而这支影片是这段故事的第1集。下一集我想继续分享，当拉斐尔告诉我写作要找加百列之后，加百列是怎么慢慢走进我的生活，我又怎么变成后来的光与书同行。他们2位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生命里有没有一件放不下的事？我是贝欧贝儿，这里是光与书同行。那我们下一次见，拜拜。Leading my soul on dancing ghost quiet feet. Oh, beautiful fool, I whispered low, wasn't growth always meant to burn and go? I found you in the bruises, you found me, 2 small stars in a silver sea. Goodbye, my beautiful broke the rules in this golden school. Sometimes the rain in the gray city stays, blurs the ghost of our long travel days. But I tie my boots, I look for the glow, letting the scars and the rosemary go. A carriage is waiting, the shadows retreat. I'll walk toward the sunrise on steady feet. Squint at the north where the bright star stays. Watch the light year phantoms from your
your gaze. Reach out your palm, let the memory gleam. A gentle power in a midnight dream. The star of the north, it's always been there. A safe, quiet harbor in the freezing